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7.32，收盘价是192.5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8.74，最低价是在190.3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也跌破了10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 1.265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4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双线是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多头的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那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行的行进中。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有新低的出现的，那收盘价又跌破了10日均线值，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是继续下行的信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向上或向下突破。那向上呢，收盘价会在 201.5 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方向呢是向下突破，也就是收盘价会在186，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止跌横盘，收盘价会在194附近。那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192.58。那虽然我们预测的点位和实际发生的点位差别不大，但是本质不同。实际收盘的位置呢是跌破了10日均线值，也就是跌破了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这样的信息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也是股价后续会继续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那对于4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5这条水平线，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要跌破185，然后呢，重新建立空头趋势。那么在到达185之前呢，上方的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8附近，将成为一个强支撑。那除了它是强支撑以外，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也就是在多头的趋势下，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那股价的走向将会转为空头趋势。好，我们调整一下目前这条水平线到188，上移一点。好的，好，这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是强支撑。那股价一旦跌破了185呢，那我们说对于这一波的涨幅，股价会进入深度的回档。深度的回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75，也就是3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当然，在这之下还有一个位置就是164，这是股价下行的目标。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也就是反弹。那我们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的是头头低底底低的这么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并且呢，我们会看到2根 K 线都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的，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下方是有下影线，这说明是有多方的支撑的，并且呢，在4月4日相对利好的一个信息就是它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所以在4月5日如果股价出现高开盘，是很容易出现反弹的。那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向上，它的第一个目标将是4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99附近。我们把上方的，或者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我们加水平线到199这个位置，这是股价目前如果出现反弹的第一个目标。那为什么我们把第一个目标定在这个位置呢？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只有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我们说股价才有继续反弹的可能。所以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它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站上199前高。同时，我们在这里也给出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实际上也在199下方一点，是在196到197之间。对，那股价反弹向上，我们说有10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压力，那再包括这个前高，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压力还是比较重的。好，那股价如果说一旦能够站上199，我们说会出现继续向上的反弹。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7，是这根绿 K 的最高。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它现在是第2个目标。好，那当然我们说如果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7呢，我们说这叫回档成功，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然后是继续向上。那继续向上，我们会看到上方是有217这个目标的。好，那我们说股价一旦站上199，在到达207之前，目前4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202附近。它将是一个重压力，或者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位。好，那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删除，这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是作为观察线的，我们先把它删除。好的，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先把删除一些水平线，这样一来呢，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晰一些。好，我们保留目前的这个水平线。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对于4月5日盘中，我们要给出观察线，一个位置是在188，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另外一个位置呢，我们还得把这水平线加回来，是在197附近。197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对，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那这2个位置目前也是股价的要向上突破，或者说是要向下跌破的位置。那同样要跌破20均，实际上20均值2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强支撑。那上方要突破5日均线值呢，它又成为了一个强压力。所以在4月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能向上突破，或者是能够向下跌破。那既不向上突
突破，也不向下跌破呢，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在这个2根红线之间进行横盘，也就是股价继续会出现小幅的回档。好，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么目前我们还有一个多头的仓位，如果没有盈利出场，目前是亏损的状态，或者说是对，是亏损的状态。好，我们描述一下，在3月14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5%进场抢反弹，然后在3月21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10%的加仓，然后在3月31日收盘价10%加仓，那目前应该是有25%的仓位。对，如果到目前没有出场，现在到了也就是前一期视频，对于4月4日来说，我们止损位是在187。那么到了4月5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25%的仓位，我们的止损位是守20日均线值，是守在188这个位置。那守这个位置的目的就是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来争取，也就是说股价有可能会继续向上，而争取上方的利润。好，这是对于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空头我们说在4月5日开盘之后，应该是在192.58附近，对，一直到上方的199，也就是我们说股价反弹的第一个目标，在这个区间内都会有空单进场或者是加仓，对，那他们的目标就是185或和下方的176，那么对于这样的空单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02或者在207，这是我们说，对于空单的讨论。对，那么我们说目前这是我们说的空头，那我们说目前这样股价连续的下行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担心的一个情况出现，也就是说在4月5日开盘之后，我们说如果没有多方力量的进入，那股价是很容易下跌的。那一旦我们说在4月5日再出现一根红 K， 甚至是出现一个与前2个交易日等长的这么一个红 K， 那么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这样的红 K 在 K 线组合当中，它叫连3红。连3红一旦形成呢，它是预示着股价要下行的一个架构。对，通常出现连3红之后呢，股价一定会下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我们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那至少有新低的出现，那肯定股价在接下来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跌破20日均线值，甚至是跌破下方的这个185，而建立一个空头趋势。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说对于4月5日盘中是非常关键的。那如果没有多方力量的进入，再出现一根红 K， 就会形成我们刚刚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下行的架构。那当然，如果有多方的力量的进入呢，那我们说
这根 K 线将会沿着，我们会看到，我们没有画趋势线，我们会看到是下方是底底高，然后底底高是有这样一条趋势线的，我们加一条作为观察。我们取这样的一个底，然后呢，再取这根线。好，我们也把它标成红色线，只作为一个交易日的观察线。然后我们看看明天，也就是今天开盘之后，股价会在是否会在这个趋势线上方运行，也就是说收盘价是否会收在这条趋势线的上方。对，好，我们再把它画的精准一点。好的，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对于4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94附近，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压力位，我们把它和上方的前一日 K 线最高合并，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96到197，然后加上前高，我们合并之后，第二个压力位是从196到199，我们定在这个位置。好，那第三个压力位是从202一直到208，这条水平线是在这个区域，这是第三个压力。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190附近，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8附近，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185。好，那我们也会看到，说到支撑，我们就会看到下方的3个支撑啊，无论跌破哪个位置都是有标志性的。比如说20日均线值跌破会转空，然后呢，下方的185呢，如果跌破了185呢，会确立空头。对，然后前低190如果被跌破呢，会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当然也会建立连3红的架构。对，所以下方的这几个支撑呢，都是标志性的。描述这些也是讲在4月5日我们认为应该，如果我们说AI 的目标不是建立空头的话，在4月5日会有多方的力量进入，对，会拉抬股价，或者至少使股价出现横盘。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但是呢，会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8，最高上方会到达195，收盘会收在191.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好，那么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2，在这个位置，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9.5，收盘会收在198附近。
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